今天我和 Emily 来到了柬埔寨的郊区 Thorntrum 参加一场另类的婚礼。Emily， 你那边怎样啦？现在呢，新郎就要自己捧着彩礼入赘喽。据说队伍越长的话，就代表男方的家境越有钱。其实这样子看的话，感觉男方的家境其实还蛮不错的。新郎自己送上门，这次真的长见识了。嘿嘿，我也想当柬埔寨新郎呢，有好吃的，也能穿得漂漂亮亮的哦。我觉得穿上他们的衣服会感觉身材很好，有没有？看一下。我想要问一下，我们的礼金究竟可以换多少的食材？他说我们给的彩礼可以带3箱回去。啊，就是这个。Emily 妹妹，你怎么又吃又拿呀？今天呢，我要见证一场非常不一般的婚礼，就是风风光光的娶新郎。Thorntrum 是个距离暹粒1小时车程的郊区村落，这里的村民以种稻和编织篮子为生。农村的生活简单，但繁琐的柬埔寨婚俗却在这里保留了下来。柬埔寨呢其实是母系社会，所以他们的婚礼呢也会完全由女方去操办，必须大办3天才可以完成哦。柬埔寨的婚俗，男嫁女娶，真的非常罕见。3天的庆典分成了入棚日、正日和拜堂日。第1天主要是筹备婚礼现场的工作，正日则是把新郎接入门。最后1天，双方正式拜堂、收聘礼、设宴，一轮操作下来，把新人都累坏了。一场传统的柬埔寨婚礼才算完整。柬埔寨婚礼什么样？我们赶快去看看。哇，今天就是婚礼的正日了。你看这个婚礼的招待入口呢，已经插满了很漂亮的花，然后上面这里呢，就还有写着婚礼，就是柬埔寨文的婚礼。然后这个是新郎的名字 Pijet， 然后这个是新娘的名字 Jin。再过几个小时就要进行迎娶仪式，工作人员都在做最后的准备工作。你们看到这么大的喇叭，这个真的是很壮观，这个真的是很壮观，你可以看得出来。哦，这个呢就是我们今天待会仪式要进行的主舞台了。我们还有大概5个小时的时间，然后婚礼就要正式开始。一切看起来都还没有太准备就绪，大家都在忙进忙出的。如果是我的话，我应该会很紧张吧。希望等一下一切呢都可以准时的进行。新郎来喽！哇，这亲友团不得了，引领队伍的叔叔阿姨们绝对是经验老道，完全体现了什么叫做手舞足蹈。精心打扮的新娘也亮丽登场喽！据我所知，新郎和新娘只拍拖了18个月就决定结婚。我真的很好奇，他们是怎么开始这段关系？谁先告白的呢？让我们一起回到婚礼前夕。第一次来柬埔寨就要到当地人家做客，那我们的准新娘Jin呢，她的家就坐落在这个村庄，我们现在就要去她的家拜访，走。这就是新郎Chang Pijet，今年才24岁，是个维修工人。这是新娘Wang Yan，比新郎小3岁，曾经是传统市集里的服装销售员。我接下来要跟他们玩一个小游戏，来理解一下他们的爱情故事到底是怎么样的。是
是谁先喜欢上对方的？是谁先告白的？哦，是谁先牵对方的手的？哦，这都是男方主动。谁比较会说甜言蜜语？哦，我觉得男生虽然看起来很害羞，可是他还是看起来非常主动。谁比较多话？女生比较多话正常。谁约会的时候比较常迟到？哎呦，谁比较会精打细算？这个很重要，对结婚之后来说。顾钱都要放在女家这里。谁先想要提出结婚的？好哇，原来看不出男生很腼腆，可是他是比较浪漫的。你做过最浪漫的事情是什么？可以សារភាពពីក្តីស្រឡាញ់ 你觉得他做过最浪漫的事情是什么？ពេលយើងពិបាកចិត្តណាគិតចិត្តនិយាយរឹកចិត្តយើងអីចឹងណាចា៎2位新人都好腼腆，看到他们的单纯和真挚，我更相信爱情了。 បងស្រីខ្ញុំអញ្ជើញធៀបការចូលរួមក្នុងមង្គលការរបស់ពួកខ្ញុំទាំងពីរបង 谢谢，谢谢。这是我第一次收到柬埔寨传统婚礼的请柬。其实除了我自己的名字跟 wedding invitation 之外，其他的字我基本上都不太知道他们在写什么。哦，据说呢，就是柬埔寨婚礼的传统呢，也是把礼金放在这个信封里面，所以到时候我们就看看制作组包多少礼金给他们好了。 所以这里就是他们的新房了。哎，为什么这个房子跟其他的木屋看起来有点不一样？ ផ្ទះនេះប៉ាគិតចូលដោយសារក៏ចិត្តដល់ថ្ងៃការទៅឲ្យមើលឃើញវាមើលទៅឃើញស្អាតជាងមុនណាកុំឲ្យវាអាក្រក់ 哦，好。 这间新房呢，就是大约新加坡3房祖屋的客厅大小，然后再用布帘和3夹板简单的隔出几个空间。 其实看得出这间房子应该有一定的年纪了，但是爸爸为了庆祝长女的婚礼呢，就是特地细心的帮她盖了新的铁皮下去。接下来的在你的婚礼也需要穿传统服装，对不对？ អាចស្លៀកពាក់ដូចបានតើស្លៀកពាក់ពេលនេះខ្មែរបាន 因为我对这个完全没有经验，那你可不可以带我去选？ ចាចាំខ្ញុំជូនតើបានតើអត់អីទេ 我现在呢，其实就是要去找我婚礼当天的服装，很期待，很期待。那其实这个市集看起来真的是应有尽有，什么都有在卖。你之前是在这里工作很久了吗？ ពីមុនខ្ញុំធ្លាប់ធ្វើការនៅនឹងឯងតែឥឡូវខ្ញុំឈប់ឲ្យសារតែខ្ញុំត្រូវរៀបការឲ្យដូចការងារថ្មីហ៎ 哦，所以其实他就是为了筹备婚礼，所以已经停职1个月了。哇，柬埔寨的传统市集还真的是琳琅满目啊，隔着屏幕都看得我眼花缭乱。其实我有在想，我是不是应该也要买一双鞋？鞋看起来就非常的精神。 那边有很多。អានេះកំណាត់សម្រាប់ប្រកាសសម្រាប់ Day Support អាយើងយកចូលកម្មវិធីប្រកាសរបស់ខ្មែរ 原来在柬埔寨，每一天都有个别的幸运色。星期1是黄色，星期2是紫色，星期3是浅绿色，星期4是深绿色，星期5是蓝色，星期6深紫色，星期日红色，真的好特别。 因为新娘的婚礼呢是落在星期6跟星期日，所以我们一开始呢就是想要找深紫色和红色的传统服装。哇，其实从星期1到星期日的幸运色都有。你最喜欢什么颜色？ ចិត្តបើកាឈូរឹងស្រាស្រា 喜欢浅色，比较少女的颜色。我觉得我们可以往下一家看，我也比较喜欢淡一点的颜色。
果然英雄所见略同，我也这么觉得。哎，这家店的礼服看起来不错哦，款式也相对简约大方。如果你帮我选的话，你会选哪一件？你自己喜欢的，你可以选你自己喜欢的也可以。Yang ini udah, yang ini dah. 这个吗？ No, yang ini. 这个吗？不行，我不能呼吸。我觉得穿上他们的衣服会感觉身材很好，有没有？这件其实我蛮喜欢的。开心的事情是裙子好像不用改，但是感觉就是要非常的淑女。OK。这一件的颜色瞬间感觉年轻5岁。我自己穿起来，一开始的时候我觉得好像芭比娃娃。我偷偷的感觉到摄影师们应该是比较喜欢这一套，因为只有在这一套他们拍我拍很久。婚礼有3天嘛，那有其中2天呢，我就是要穿这个柬埔寨的传统服装。我刚刚已经选好了，我就决定选这一件跟刚刚粉红色吊带的那一件，我觉得那个感觉比较年轻，比较有气氛一点。话不多说，马上进行调整，势必让你在婚礼当天艳压全场。哎，不过趁空档，叫燕讲讲他们的爱情小秘密吧。那其实你们是怎么认识对方的？ធ្វើតាមទូរស័ព្ទក៏ជួបគ្នាពេលខ្ញុំនៅរៀនទៅអត់មានអីជិះណាម៉ូតូខូចទៅតែគេមកយកទៅជួបគ្នា听起来很像偶像剧里面才会出现的情节，有没有？就是你可以想象，这里有一片绿油油的草地，然后后面就有一个少年骑着摩托车，载着一个穿校服的少女，就是有一种初恋纯纯的爱的感觉。那明天就是婚礼了，你的心情会紧张还是很期待吗？ អត់បានគិតអីផងគឺថាបើសិនជាមានអីកើតឡើងក៏យើងព្រមទទួលយកហើយទៅមុខបន្តថយក្រោយក៏វាអត់កើត 认定了对方就义无反顾，新娘的这种爱情观，我必须大力点赞。今天是婚礼的第1天，也叫入棚日。由于柬埔寨的屋子非常窄小，所以每逢喜事，村里的男丁就会到新娘家帮忙搭建大棚，用来充当厨房、迎宾室和摆喜酒。以前为了不耽误第2天的行程，新郎甚至会带上各种婚礼用品住进棚内。 当举行婚礼的时候，我们都是会付钱给婚礼筹划的人去办。但是在这里呢，因为是郊区乡村的关系，所以他们一对新人结婚，整村的人都来帮忙，就可以看得到，有的人就是做蛋糕啊，然后甚至是搭这个帐篷啊，甚至是布置花，就看得出这里真的是别有一番的人情味。 哎，这又是要去哪里啊？这里的小朋友都比较害羞。哎呦，结果当起了保姆吗？这是谁家的女孩还在做功课？你们虽然年纪这么小，可是他已经在亲力亲为帮姐姐的婚礼呢写下需要点算的清单，就是有什么器具、一些婚礼需要用到的食材。哇，一卡车的饮料和食材送来喽！在农村里办婚礼，人力财力一样都不能少。还好请了帮手小哥。等一下，这不是刚刚的新郎吗？怎么结婚日还当起了苦力啊？新娘也还在对账单，根本闲不下来。很多女生的话，一定会觉得哇，我结婚之前一定要做一个轻松漂亮的新娘子。对Jin来说，是因为家中的长姐，所以她非常清楚的知道自己的责任，就是选择是奢侈的，
但是责任是现实，是他必须要把这件事情扛起来。这样子的一个小小的庭院，要招待700个宾客。他们又买了1头牛，然后2头很大只的猪，跟70只鸡。也还蛮期待明天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哇，各路厨子大显身手喽！那现在呢，已经有很多人围在他的家门前帮忙做糕点。这位是Jin新娘的爸爸，新娘的爸爸也太年轻了吧！这位是Jin的妈妈，妈妈是一名工厂女工，看起来非常亲切和蔼。មានអារម្មណ៍ទំភើបសប្បាយរីករាយបានកូនរៀបមង្គលការ 大女儿出嫁，父母真的感慨万千呐。我其实还蛮难想象，就是39岁有一个20岁的女儿，那就是说她19岁就生出这个大女儿了。所以如果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地方，我都可以帮忙，爸爸尽管说就好。អូខេថ្ងៃនេះមានឲ្យជួយវិច្ចសមចាស់ទុំនេះជួយស្ងួនសមការងារថ្ងៃនេះច្រើនជួយលើកភេទជ្ជៈលើកអីវ៉ាន់ចូលក្នុងផ្ទះថ្ងៃនេះទិញអីវ៉ាន់ចូល哈哈 ，Emily， 你竟然自投罗网，今天就别想提早下班啦！我现在在做的这个呢，就叫做安松猪肉，安松猪肉，哎呀，这个糕点呢是他们的传统糕点，里面呢就会有糯米，然后有绿豆，还有猪肉，所以吃起来应该是甜咸这样子的味道。在我身边的这些姐姐们呢，她们总共要完成9个供奉仪式的糕点，它就会先铺上1层糯米，然后1层的绿豆，然后再放上猪肉，然后再放上绿豆，然后就把它捆起来，上手了，然后绑一个蝴蝶结。ឲ្យលេខ1哦，哇，谢谢。但是我其实发现他们2个人，就是他的爸爸跟妈妈，对于女儿这么年轻就结婚了，还是抱持着一种心情非常复杂的感觉。អាហ្នឹងមានអារម្មណ៍ថាខ្ញុំបើខ្ញុំធ្លាប់និយាយពីយូរមិនកូនឯងលឿនម្លេះរៀនទៅចប់12កូនឯងអត់ទាន់មានការងារធ្វើមានអារម្មណ៍មួយថាសប្បាយចិត្តបន្តិចពិបាកចិត្តបន្តិចកូនអត់ទាន់មានការងារធ្វើហើយកូនវារៀនក៏បានតិច我发现我误会他了，因为一开始的时候呢，我还以为是他想要让女儿早一点结婚。哦，原来其实他也曾经鼓励女儿，希望她能够多受一点教育。柬埔寨的婚礼，大部分都是由女方去筹划主办。他爸爸就有说，男方家呢给了他们3500美金，然后来筹备婚礼。3500美金，我相信对于很多现在的年轻人来说，应该不太可能办得到一场婚礼。那他们自己就是要想破头皮，要怎么用这3500块来买这么多的东西。3500美元大约等于4700新元。对一般的柬埔寨家庭来说，这已经是他们变卖家畜和农作物后能凑到的极限，不容易啊。柬埔寨的人是信奉佛教的，所以婚礼上大部分的习俗呢，都是根据古代的神话分成很多个小故事来进行。那在婚礼前也会祭祖啊，然后祭拜神灵啊，请求庇佑一切顺利。同时呢，他们非常重要的也要告知先辈，这2个人从此是一家人。过程虽然很繁琐，但是我觉得有很浓厚的意义。这位就是婚礼主理人摩哈，没他这场婚礼可办不成。យកពីថ្ងៃកំណើតហើយឆ្នាំកំណើតហូបបញ្ចូលគ្នាឬយើងរឹសរងងាយក៏មិនឲ្យប៉ះថ្ងៃកំណើតហើយនឹងឆ្នាំដែលត្រូវកើតដែលមាន
ទន្សាឲ្យប្រមាណទន្សាអុយសាទឹកឬទន្សាច័ន្ទអត់អុយប៉ះទេបាទ 没错，结婚是人生大事，每个细节都不可以马虎哟。来到婚礼第2天正日，也是最多仪式要进行的一天。从祭祖、迎新郎到理发仪式、祈福、制作米枕等，新郎新娘得一直忙到晚上才能休息。但现阶段最热闹的当然还是后厨。哇，厨房真的很热闹，你看。 看起来有很多的大厨，然后在这里帮忙准备，等一下要招待宾客的食材。哦，他们现在是在炒大蒜。哇，他们的冰块，他们是驾着摩托车，然后载着冰块，把冰块运进来。阿姨的手法看起来非常的熟练，这么大量的猪肉，这个真的太壮观了吧！今天的菜肴呢，其实基本上就会有酸汤，然后会有鱼肉。 然后还有猪的内脏。姐姐，我想问一下，这里所有的肉都是你一个人准备的吗？ចាំដល់ពេលនេះអ្នកនោះមកជួយផងចឹងអត់មានធ្វើតែឯងទេ哦，里面有猪肉、黄梨、番茄，很辣吗？猪油啊，这就是他们的酸汤，闻起来也是非常的香，而且他们是用柴火煮的。 就是原汁原味，一切呢都是就地取材。他们现在好像在制作着一些看起来像是贡品的东西。 所以这些贡品里面呢，基本上就我们糕点，然后还有香蕉，有白布，然后有蜡烛，然后还有可乐。 还有现金，这个看起来还蛮有趣的。我想问一下，这个是什么？白菜呀，白菜呢？我有听他们说，就是他们是用香蕉各种不一样的部位呢，去完成了一个贡品，然后对他们来说是一个很神圣的贡品，无论在好像婚礼呀，或者是大寿啊，都会用来进行这个祭拜仪式的。 在整个婚礼的庆典中，白菜几乎无处不在。它有很多不同的造型和大小，但这些传统手艺现在也只剩下老一辈的人在做。或许再过不久，这门手艺就会失传了呢。最后冲刺，还有2小时，婚礼就开始啦！ 我现在呢就来到了妆发区，他们这里主要是负责帮伴娘和新娘化妆。这就是我们的发型师，然后还有我们的伴娘们。想问一下，今天我们有多少个伴娘要化妆3年。伴娘3个，距离我们等一下典礼开始呢还有2个小时。 你会不会觉得担心来不及做完这么多伴娘的头发？嗨，你叫什么名字？ What's your name? My name is You. ខ្ញុំមិត្តភក្តិរៀនជុំគ្នា 这位伴娘呢，原来就是新娘在学校认识的同学。那你认识新娘多久了？ រយៈពេល5ឆ្នាំ 你这次是第几次做伴娘？ រយៈពេល3រំ 3次哦，已经做过3次伴娘了。哎，可是我记得好像就是在柬埔寨的婚礼里面有习俗说不可以做过多少次伴娘，对不对？ រយៈពេលខ្លះក្រុមខ្លះចង់ចាប់ប្រកាន់ថា3ដងពេលខ្លះ7ដងអាស្រ័យលើយើង 你有没有什么想要祝福新娘的话？ អូខេជូនពរឲ្យគេមានសុភមង្គលឋានៈខ្ញុំជាមិត្តភក្តិឲ្យគេមានសុភមង្គលរស់នៅជុំគ្នាកុំឆ្លោះគ្នាឲ្យចោះសម្រងគ្នានៅជុំគ្នារហូតដល់ចាស់កងខ្លោ
最后冲刺，还要补妆、吹头发的亲友团捉紧时间了，很快就要准备出门迎新郎喽。待嫁新娘现在的心情应该很忐忑吧？披上金灿灿的嫁衣，戴上闪耀的首饰，今天女孩就会从父母的掌上明珠变成人妻，迈入人生的下一个阶段。所有的亲人们，就是那些叔叔阿姨啊，甚至是新娘的爸爸，都是很开心的在跳舞，而且他们还有教我说有各种不一样的舞蹈。然后在我跟新娘站在一起出门来迎接这个新郎的到来的时候，我也看得出他是满心的期待，看得出他有一点小紧张。舞蹈绝对不能停下来！哇，大妈，你们怎么还抢起 C 位了 ？Emily， 你再不卖力点，就要被比下去喽！柬埔寨的婚礼有很多繁琐又有意义的仪式，比如拜别父母、感谢养育之恩。但我听说当天还有个理发仪式，这我就搞不明白是为什么了。不是吧？在婚礼当天要被剪头发？哦，原来这个理发仪式呢，并不是真正的剪头发，他们只是象征式的，就是由这个天上的天使，他们带了金剪刀，然后金的梳子下来，然后为这对新人剪头发。其实它的寓意呢，就是可以剪掉以前的年少轻狂，剪掉他们的心中的怒气。我希望他们两个可以成为彼此最坚强的后盾。那希望他们在未来的人生里面，无论是起起落落都好，都可以牵着手一起面对所有的事情。我原本以为呢，新郎跟新娘终于可以休息了，但是不是哦，他们今天晚上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要做，就是睡在米床上。这个仪式呢，其实只有保持贞洁的新娘才可以参与的。这个婚礼主持人穆罕呢，他就会把米根据新郎跟新娘的年龄，然后把这些米呢，铺在一层白布上面，然后在这个米上面呢进行一个祈祷的仪式，然后在里面放进一些有标志性又有代表性的字眼，可能比如说是金啊、银啊、铜啊这样子。然后呢，他们把这个米袋包起来之后呢，就会放在枕头下面，让新郎跟新娘睡。第二天早上醒来的时候呢，他们就会把手伸进去那个米袋里面，然后把一张纸抽出来，大概就是寓意应该就是抽到哪一个标语，就是这个标语就代表了他们接下来会拥有的婚姻。不是，现在才几点？现在才凌晨5点，婚礼有这么早开始的吗？这么早？你没听错，就是这么早。虽然拜堂日是婚礼的最后一天，但今天可忙喽。新人要进行染指仪式，新郎要领队游行，岳父岳母要点算聘礼，进行祝福仪式、拴绳仪式，还有最后压轴的婚宴，简直是行程满档。请看看我们工作人员的脸，大家都是一脸还没有睡醒。Are you tired? No.
我们的路程从这里过去大概要1个小时吧，而且因为是京剧乡区的关系，然后会经过一段蛮颠簸的路，就像坐船一样。这么早就有人在吊嗓子了，他们该不会是整晚没睡吧？在柬埔寨结个婚，除了要有钱，体力也要够啊！小弟真的是佩服的五体投地呀！现在还没有到早上6点钟哦，可是大家可以听到这个环境已经是非常的热闹。为什么整个村子的人都这么早醒？应该是被他们的传统音乐给呼唤醒来的，因为大家各自呢，等一下我们还有很多的仪式要进行。哇，你看这里的我们的化妆区，各自都已经在准备化妆跟做头发了。我刚刚有看到新娘子，她已经完全穿好，就是准备好她的妆发跟她的服装都已经穿好了。祭祀仪式开始，哎，现在是要进行传说中的染牙了吗？关于这个染牙齿的仪式呢，我抱持着一种有待观察的心情。对我来说，如果有一天我爱上一个柬埔寨人，然后你要我在结婚当天去染自己的牙齿的话，我应该会临阵脱逃吧。Emily， 先别怕，虽然古时候在柬埔寨染牙象征正义，但这个习俗早就化繁为简，现在只是象征性动作而已。那婚礼当然是讲究好彩头嘛，每一样在婚礼上使用的道具哦，每一位受邀前来送祝福的嘉宾，每一个仪式呢，其实都被寄予了幸福的期望，这也代表了家人的温暖和支持。我就是带着一种观礼的心情来啊，可是后来他们呢就邀请我上台，让我参与他们的祝福的仪式。那一开始的时候，其实我有点小紧张，因为毕竟是人家人生中最重要的一天嘛。那我又不是家属，我也不是亲戚，我也不确定我到底是男方的人还是女方的人。哇，这个祈祷仪式真的很久，也很长，我做到脚快要麻痹了吧。而且我发现其中一个让我印象深刻的事情，就是他们会一直传递蜡烛。他们有一个手势，就是这个手势的意思，就是要收集祝福，然后把它传递给这一对新人。拜堂日的清晨仪式结束，不一会儿，新郎突然又领着大批人马出现，他们个个手捧花卉和金器，乍看之下还以为是要进宫献贡呢。哇，今天真的好大的阵仗！现在呢，新郎就要自己捧着彩礼入赘喽。这个阵仗呢，真是非常不一般。据说队伍越长的话，就代表男方的家境越有钱。其实这样子看的话，感觉男方的家境其实还蛮不错的。今天我要借这一场非常不一般的婚礼，就是风风光光的娶新郎。现在一行人呢，大家都穿得漂漂亮亮的，而且我们每个人手上呢都捧着不一样的水果。其实这些都算是彩礼，就算是新郎要带着这些彩礼呢送到去女方的家。那前面音乐已经开始奏起来了。彩礼到，乐丈大人和丈母娘验货喽。哇，还有专人点算彩礼，好紧张啊！不过看验的表情，新郎应该是过关了吧？小两口终于可以正式拜堂，结为夫妇，成功抱得美人归。新郎的嘴角也压抑不住兴奋了，真的隔着屏幕都能感受到他们的幸福。这几天下来，我有发现到说，在柬埔寨的城市地区，很多人都把这些结婚非常繁琐的礼节都已经简化掉了。可是在这里，在这个地方，在这个经济状况可能没有这么好的地方，他们还是把婚礼的每一个步骤都完成。这甚至可能就是对他们来说会有经济上的负担。之前跟新娘的爸爸聊过的时候，他就有说，男方其实只是出了3500块美金，让他们来办这场婚礼。所以那时候其实我有一点觉得说，就是男方的付出会不会有点太少？但是后来
进一步了解之后才知道说，其实新郎的爸爸已经卖了3头牛，还有就是跟他的亲戚朋友们借了2000块美金。其实也许他们真的已经是付出了他们的所有，然后也已经是把能够拿出来的都已经拿出来了，就是为了帮儿子办这一场婚礼。那刚刚有一个仪式呢，就是Moha要把这个黄线绑在2个人的手上。我其实觉得有一点像我们华人一般传统的月老绑红线。这个仪式呢，就是要告知男方跟女方的祖先跟先人们，他的祖辈们呢，他们2个人就可以正式的生活在一起。然后也请祖先给他们非常真诚的庇佑，祝福他们2个人婚姻幸福美满。在这整个婚礼当中呢，其实有一个仪式，我个人觉得还蛮浪漫的。它是一个柬埔寨很古老的神话传说，就是在很久很久以前，然后就有一个海龙王的女儿，她爱上了一个凡人。那因为她是一个凡人嘛，所以她当然就是没有办法到海里面跟他一起生活。海龙王的女儿呢，就让这个凡人拉着她的围巾，然后跟她一起潜到海里去。可是有一个前提。就是当他们在潜海的过程当中，这个男人千万不可以放开手中的围巾，要不然的话他就会被淹死。所以传到来现代呢，这个牵围巾的动作已经变成婚礼上一个一定要进行的仪式了。宾客来了！听说今天可是宴请了700多位宾客，后厨应该忙得不可开交了吧？哎 ，Emily， 现场都有什么好吃的？那他们的宴会走的是一个流水席的路线，人真的非常的多，非常的热闹。基本上对主人家来说，只要来越多人呢，就表示他们的人脉越广，认识越多人，表示主人家越有面子。我现在其实正在排队给礼金。其实你可以看到哦，他们在记录了这个礼金之后呢，就会根据你的礼金多少，在一张白纸上面写一个固本，然后所有的宾客们呢就可以拿着这张固本到后面的厨房去告诉厨房里的阿姨们，他们就会跟着这个数目呢，把食材交给你。为什么我说食材？是因为在暹粒呢有一个非常特别的做法，就是他们有婚礼 take away， 就是好像如果你不想要在婚礼现场吃的话，其实你可以打包食物，然后带回家跟家人享用。看吗？姐姐拿着固本走了，好，接下来到我了。我想要问一下，我们的礼金究竟可以换多少的食材？我们的彩礼是可以公布的吗？数额还蛮大的。Where you come from? I come from Singapore. Singapore. Yeah. 哦，他还有记录你是从哪里来的。1, 2。他就是要根据我给的礼金，然后交换多少的饮料给我。哦。啊，所以我可以换这么多。OK， 这里应该可以够我们所有的工作人员一起喝了吧？我现在要去厨房，跟姐姐们换食物。这边吗？这边。Yes。Three boxes。他说我们给的彩礼可以带3箱回去。等一下我再回来拿。啊，就是这个。等一下，这个是这么大包的生猪肉哎，我是要自己煮吗？拿回去煮吗？原来我们制作组给的礼金其实还蛮不错的。我们还是不要take away好了，我们就把这个食物留在这里，换给我们所有的工作人员在现场吃。好，我不行了，这个很重，我要放回去。等一下，这个。你们要帮我一起搬吗？我怎么拿得完？
要吃饭，现在我就要吃饭。来了来了，马上送到。但这么多菜 ，Emily， 你吃得完吗？它的流水席其实有非常非常多不一样的菜肴，每一样吃起来都还蛮美味的。然后因为很饿嘛，工作了一整天了，然后我就坐下来，我就看到一锅非常非常看起来非常美味的菜肴在我的面前，然后我就开始大口吃肉，就一直吃一直吃。我完全没有发现它有什么奇怪的异样，我只是觉得哇，这个肉好好吃啊，这个汤汁好好喝。我还心想说，这个芝麻吃起来怎么这么清脆？后来发现，它其实是一锅蚂蚁。这场流水席足足进行了6小时，大家又唱又跳，最后终于在一片欢笑声中画下完美的句点。婚礼一过，村子马上又恢复了宁静。柬埔寨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新婚夫妇在结婚后3天不能离开村子，也不能够远行。所以 Jin 呢已经回到了照顾弟妹的日常，而新郎 Vincent 呢也入住到了女方的家，开始替岳父分担工作和家事。看到你们2个人真的是太忙了，就是有很多仪式需要进行。现在婚礼终于进行完毕了，你们现在感觉怎么样？他 hot 还有 good day 阿巴 day hot 太สบาย 一睁眼就可以看到自己心爱的人睡在自己的身边，感觉是怎么样的？មានរំថាកក់ក្ដៅនិងមានក្តីសុខខ្លាំង 你对这个女婿的表现还满意吗？ ស្រឡាញ់ណាស់ណាយើងជាមនុស្សចាស់យើងគិតថាពេលដែលគាត់សម្រេចចិត្តមកជាកូនរបស់យើងអញ្ចឹងជារឿងមួយមិនធម្មតាណាអ្នកខ្លះគេឃើញយើងមកគេក្ពើមគេល្អើមទៅនេះវាថាវាដូចថាយើងខ្ញុំក៏សប្បាយចិត្តដែរបើឃើញកូននេះខ្ញុំត្រេកអរដែរកូនស្រឡាញ់គ្នាហើយកូនគេមិនបានរើសអើងថាឋានៈនេះឋានៈនោះយើងជាអ្នកក្រអីណាយើងជាម៉ែឪយើងព្រមទៅតាមគេស្របខ្ញុំសប្បាយចិត្តអ្វីដែលឃើញកូនទាំងពីរអ្នកក៏ស្រឡាញ់គ្នាក៏ខ្ញុំក៏ស្រឡាញ់ត其实 Jin 的爸爸比我想象中的更懂得表达自己的想法跟情绪，在他的眼中，其实有看到蛮多的不舍和无奈。女儿一直以来都是父母的掌上明珠啊。我觉得从他讲的话里面，我可以想象到，如果有一天我自己结婚了，我的爸爸应该会跟他一样有一样的担忧。但我觉得他真的是一个很棒的爸爸，我觉得 Jin 很幸福，有像你这样子的一个爸爸。这3天繁琐又复杂的婚礼，虽然真的是很累，但是看到他们2个人这么坚定的完成，我又觉得可能它是一个很好的过程，去让彼此适应对方不一样的身份。过去柬埔寨的女孩受教育的程度不高，所以很难逃脱包办婚姻的命运。但是其实现在柬埔寨越来越开放了，年轻人也追求婚姻幸福，也追求婚姻自由。也许在不久的将来，像这样子的传统婚礼就会默默的消失了吧。អរគុណគាត់ដែលបានរៀបចំគុំអរគុណគាត់ដែលបានរៀបចំកម្មវិធីមង្គលការនិងផ្សំគុំកូនកំលោះកូនក្រមុំឲ្យបានជាប្តីប្រពន្ធនឹងគ្នាស្រាប់ច្បាប់ថែរក្សាបានល្អបានរហូតស្រឡាញ់គ្នាដល់ចាស់真心非常希望的祝他幸福快乐。អរគុណ